有一种生活的内敛和沉淀，不断提醒我应该常时多回的观看新的风景，才会孕育而生。在老街就像直中散步，有许多精彩的老屋店家，他们绽放自己素人的美学，非常迷人。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现在在火星，这里是台湾最南端，南方之南，比鹅卵鼻更暖的，更南不是更暖和，太冷了，更南的地方，这里叫做龙坑。是，各位看到了这个画面，你可能感觉到风，可是我们在风里面有感觉到雨在我们的背后，用非常细小的雨水带着盐分击打着我们。我们除了龙坑之外，还会去彼得，还会去哪里？ Jump and dance, come let me go jump and dance. Jump and dance, come let me go jump and dance. Wheel and turn, come let me go wheel and turn. Wheel and turn, come let me go wheel and turn. Wheel and turn, come let me go wheel and turn. Wheel and turn, come let me go wheel and turn. 30年前我来这里的时候，是还没有这个木栈道，哎，那时候不是手脚并用吗？没有，但是基本上就是现在有木栈道会比较好，因为这样那个游客就不会去踩到这个东西，就不会伤害整个环境，这个环境很难得嘛。而且那个草或者那个整个的岩石就会高位珊瑚跟这个刚果暴风草都是很特别。好，我们现在要上到最高点，是，这是你必须大叫的地方，是啊，因为那个风景就会让你哈的一声。好，开戏啊，快点吧。你不叫我帮你叫。啊！哎，真的好厉害哎！然后这个地形环境是绝无仅有了。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的海岸啊，因为它是非常严酷的环境，是，所以这边的植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容易辨认的，也最喜欢的地方。哦，比较简单，就是它耐盐、耐晒，然后耐风，然后会匍匐的生长，它不会有高大的，所以你们看到都是岩礁的，海马齿、干沟飘舞草、水碗花。哦，这是最早的前线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大概就这3种。等一下，我们再往前面走，这个地方是最不像地球，也最不像台湾的地方。像火星，也有点像那种的地方，好，很可怕的地方。来，赶快看。你的相机最好准备好，准备好受损。有。那个地方就是我刚刚形容说，那个海岸生物学者他们都会想说，那个是海洋跟陆地交汇撞击最大的地方，就是岩礁海岸。龙坑这个地方的环境就是侵蚀崩塌地形最严重的地方。是，假如我们是一只海岸动物，我们生活在那里，你会是长什么样子？第一，我应该长得像龙虾这样子，身上有很多的盔甲。龙虾那还不会这样，龙虾那个还有肉可以吃，它还会躲在海里面。在那边的动物，我以前的观察哈，是贝类啊，对，它因为它要靠着这个沿岸生活，所以那个贝类要把自己生的像玉蜀黍的那个背，那个鳞角像那个蚂蚱啊刺刺的，对，不是很光滑的那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它有强力的抓紧的力量，才不会被海浪冲击到。就是这个地方是最险恶的环境。可是他为什么没事跑到最险恶的环境来活？如果说他有好吃的藻类啦，或者营养，我们住在台北市，可是就有人要住在那个玉山下面呢。就是每一种的动物就有它的动物的栖息的特性，所以龙坑这个地方它的环境，它不只是植物特殊，连动物也特殊，当然地质环境更不用说了。对，那接下来我们到下一站去。好，我这地方再待久的话，我们2个快要变植物人了。没有，我们会跟他一样，就变成化在这个地方。化石人也可以的。对。OK， 走。好。等一下，
我们要去港口村，那附近有台湾最南、海拔最低的茶园。哦，想不到这么热的地方还能够种茶。 We will see Babylon falling. Oh Lord, you've been coming. Oh Lord, we've been waiting for you to take us to Mount Zion. 你好，阮迄个浩克漫游公司甲你约好的。我姓刘啊，伊姓我姓王，王先生，你好，你好。啊，你是这个地方的？呀，我是这是你的地方嘿？要地方的园主。我你这地都是足济的呢。啊，这都无伫铺农药啊，哈，呀，无伫铺农药啊。阿伯，我问你哦，这鱼我继续搞的，跟我中部蒙的无共款的。伊这就是咱台湾最南端的茶区啦。啊，伊种伫这个所在气候的关系，有经过落山风吹啊，有较热啊，哦，他为了要适应这个地形，恒春三宝之一哦，那一个人来到这哦，恒春哪三宝？洋葱、港口茶、青麻。 这国家公园的地环境，啊，这国家公园啊，这地是恁种的，啊，恁迄个关系是安怎？你讲种地爱国家公园来甲你管理无？伊是阮万祖乡有规划2/3拢是国家公园规划所在，但是伊是限制起厝莫乌白开发尔。啊，阮种地因无甲阮干涉啊。国家公园嘛，是咱最近几年的代志尔嘛，你种地已经100几年啊，是啊，阮光绪元年是，光绪元年呀，这典型的管理啊，爱食地，阮的祖先提过来吃。吃了最在地的食材，然后再喝一口水，你变成茶水。你若甲配料啉矿泉水会甜甜啊。我啉落啊，我好像它口干啦，口感啊，袂歹，这种喝法不错，这种采茶叶喝水。哎呀，你是那个现在你在这边土生土长的，哎，对对，然后要叫伊三职工，对，叔公啊，你是少年时代就拢留伫遮，敢有出去外口拍拼才回来？有，那这较少讲。青年返乡啦哈。算了，算是对。你三叔公如果是按照茶叶，他是第6代，所以你算是我是第8代。第8代。对，一个茶，然后有8代这样传下来，就跟我们讲一个老店，所以它有8代，那真的是要拍拍手啊！这甲迄个当店乌龙哦，迄个香无共款，当店乌龙的迄个乌龙迄个香哦，一下就出来，这较淡，哦，喝起来。但是更加固，整个舌板的味道的甘味都有。对，这港口茶伊的特色就是较有泡水，这泡得几十遍。有啊，后面饮料较高，所以它的能量比较够。促进肝癌。对。我你上借我问者，恁这地形哦，听讲即摆是愈来愈细啊，愈少，愈少啊。是，毋是销路的问题，销路是销量无够，啊，毋过，迄落遮满地人老化去，工歹请，共我较早我家己就2甲外，我即摆就是正甲地尔，请无人好采收啊。迄落少年的拢已经出外，人要带工厂啥货。哎，我嘛想要去看恁那个盘古拉草啊，还有芋头啊，芋头啊，哎，我嘛就很好奇。是。这里的牧草、黑豆都由满洲乡农会契作收购。我们跟总干事约好了看田，走吧。这个叫牧草，牧草内底的潘古拉草，潘古拉草，潘古拉草。这是算台湾种啊，是外国？这外国种，这当初是伫美国引进来的。哎，是要牛价呀？这有牛价。你们牛奶都弄这草来啦？做上这样，对，那个牛奶你吃的牛吼，这草就是这个草。就问者吼，这个盘古拉草吼，
咱正理家以前的产量是偌济，量个偌大？阮较早的时代吼，阮州是拢种种水稻的啦。阮州就是有风台甲有这落雨足重的啊。啊，较早修成吼是拢用人工啊，啊人工的时阵，割稻拢换工的用割的啊，啊用脚去站迄落的有无？对对，我知。啊，所以讲你若修成的时阵，大家你要修我要修，风台来袂付啊。所以讲拢差不多千金父母拢倒来。啊，过来了时阵，拄啊迄阵啊，政府伫推广，他就去改种牧草。啊，这牧草咧也唔惊风，也唔惊讲你伫收成都好天在收成都啊，落雨你哦，这真嫩呢，这吼，对对，感觉足好个安尼。敢若摊风产共款的啦，你足好的对啊，真好食款的。系啊系啊，可惜都唔是牛的，啊无就来食。啊，这长度介长哦，嘿，这长度介长哦，你冇看你咧，伊这你嘛是你家有啊，我迄手看袂到心，看袂到底，你家看袂到底，嘿。你家叫起你哦，看袂到底咧。这长啦。 Drove me crazy. Restaurants and cinema, driving round my honey. Promised her he loved her true. All the others they were true, but the others they never knew. One time Charlie. 啊，拄啊，上所路过，我来看阮的牧草工厂啦。哇，恁这我无想到讲台湾无遐尼恐，唔讲恐怖啦，拢是无草一个，参考惊死人。哎，这拄要讲就是讲，这一捆安尼就是300公斤。差不多300公斤，嘿，差不多300公斤左右。偌济钱？1公斤伫阮这是差不多5块半。5块半，平均起来2000块。2000块、2500、3000块拢有哦。差不多2000块左右尔。啊，是拢有啥物食？拢有鲢鱼、啊肉鱼、鲢鱼、肉鱼。嘿，啊羊啊，啊嘛会食。 水鱼袂当食，是因为水鱼啊，食一缸要食到800块。差不多哦。哪存在吃鼎泰丰嘞？是啊。我们吃鼎泰丰800块都可以吃，早上吃到晚上了。可以啦。宵夜都还可以。是。啊，所以讲这啦，食到咱台湾所有咱台湾的牧草的牛奶出来吼，芳度啊佫较好，口味啊佫较好。你敢若食进口来，已经差不多过来到咱台湾上近半年。 这吼，因为着双方的关系，所以讲这豆啊吼，不是用种的，用压的啦。啊压的时阵，因为伊这种较捌的，种较捌的时阵，伊这差不多接管，差不多伫迄个30-40公分左右呢。啊，伊开什么火？火是什么色的？火嘛白色的啊，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啊。这已经差不多半月去，收成拢伫过年前。过年前哈，过年前甲过年后拢这种时间就对哇，较早播的就伫过年前。啊，过来个啊，但是这就要配合天气啊。 伊这上惊吼，有迄个树啊砸掉咧，无日头伊就是无法度收成，对对啊，都一直长去对对啊，啊嘛袂结巴哦，下介奇怪，这个豆啊就是安尼。哦，恁这黑豆啊食古毛呢？哎，日头，还佫爱风佫强，袂使泡水，啊袂使泡水，泡个3工就烂。你3工内底就死啦，所以讲这去到别里无法度种，就是安尼。应该讲的介古毛啊。啊，你讲这种黑豆啊，甲遮有别类无啦哈？别类无，别类无。嘿，这就是刚才阮，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全台湾黑豆，全台湾最龟毛的豆。对，哎，我们现在可以去吃豆干吗？可以啊，可以啊，看看，还有看看那个黑豆啊，对啊，豆腐啊，一种灰灰的豆腐啊，很难看的，不是白色的，是灰色的，灰色的。哦，但是吃起来感觉不太一样。嗨，你是村长？哦，对。你好，我们总干事介绍来说，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哦，小黑豆，我们台湾原生种的小黑豆。对。哇，我比看卖。哎，咱这个小黑豆都是咱头多底下产内底看迄种的，对，就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黑豆呢，就可以做豆浆、豆腐，还有酱油嘛。哎，对，酱油。是。嘿，这个比咱的日豆啊较细一点吧。嘿。看起来有点营养，不太健康那样子。因为不撒肥料啊，旁边有不除草啊，我们都是天然的。今天刚好有做豆腐跟豆浆，来2位请品尝。这个就是用黑豆榨出来的。对，嘿。那个豆香更浓。对，这就是我们刚做加的豆腐。我们现在可以来品尝一下。它的豆香很明显的。对，你会加点。好，这个酱油是怎样？这是等一下，这个酱油如果不好的话，这个酱油是这个东西长出来的。完了呀！哦，对。酱油跟这个豆腐的原料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不过我不沾酱油，先吃起来很过瘾的。如果再沾酱油的话，我们知道我不习惯这样子，我喜欢吃的是没有沾的。那感觉不一样哈。
沾酱油不错，但是我认为如果沾酱油膏会更好吃。哦，高了，它好像沾做酱油膏。沾酱油膏会更好吃。因为我们准备要去听歌了。下一堂啊，我就想把它吃完再走。好，那可是吃不完，谁大风不要这里打包。对，OK。开玩笑。各位贵宾大家好啊！咱大家唔爱撒一招呼，手指民谣做参考。今仔日的歌喉无偌好，望恁批评甲指导。啊，你就直直编落，直直编落，直直编落，就记得。啊，编落我爱唱别乡的歌，常常唱迄树香去臭足去啊啦！我也甲你唱啦。树上啊，几个贵宾啊，大家好袂，唱民谣啊来做参考，哎呦。相机啦，哎，我就今仔捌听过，足久捌听。阿妈，你甲单独的迄个唱法无啥共款，啊，迄歌词嘛无淡薄仔无共款吼。哦，当然袂使含共款的歌词，我唱我的也啊。使带你编家己的故事了。你讲啊，你的故事是安怎？啊，我即马我就先唱讲，各位贵宾大家好啊，咱大家唔爱撒一个招呼。大家好，对哎是。唱出民谣做参考。啊，我今仔日的歌喉无偌好，望恁批评甲指导，敢毋是安尼？是。对啊，啊，都爱有押韵啊。啊，你就直直编落，直直编落，直直编落，就记得。啊，编落我爱唱别乡的歌，常常唱迄树香去臭足去啊啦。我也甲你唱啦。哎，阿妈，借问者，啊，你今年几岁啊？82啦。哇，你唱的真有力呢！哎，你唱的足有力的。我逐项都袂，我干那也唱歌尔呢。哎呀，惊死人！啊，你当时开始学这个乐器的嘿？乐器是介万达学啦，啊做囡仔我都有伫听着阮妈妈拢唱即落歌，啊我都有学歌，差不多会晓弹到即马差不多到无20年。啊！我伫开始伫教囡仔教民谣，教即个社会民谣，我还佫袂晓弹乐器。阿妈，我想问者，恁这个区吼？甲你安尼共款会晓弹这个乐器的吼，几个人？共我会晓弹的吼，甲成也无半个走了。无半个啊，剩你尔呢？安尼啦。阿妈，无你用弹一条你家己创作的试看觅。我来啊，出世啊，是来爱唱。条歌上特别的，是因为我家己做的歌，我甲看这老调，按改英文吼。我若伫屋主也是伫迄个啦，啊，就按唱两条老调来听听咧，目屎流。目屎流咧，安尼都，目屎流咧，都拢不代志啊，对吧？欢喜悲伤拢总爱唱歌啊，就健康。哎呀，啊，对我即马伫烧草看路，看路。我妈帮我啊，忘了因迄阮遐烧草边边烧草人啦，有8、9个，正10个。是。啊，规下蛮腹肚枵啊，尔唱两条我歌来听咧，啊，你来止枵咧，我唱歌会止枵呢。愿酒出名，甲老醉，发觉这头真正水，朋友啊来佚佗，游山玩水真趣味，哎哟。这就是万祖山景，
真正吼，所以嘛是介绍这个遮的一寡风对啊景，我就港口地啊，是，啊，我往面摇啊，有那摇唱挡袂掉呢，你若摇唱面啊，你外埔了看，无看外埔。无啦，我摇啊，毋捌钱要看。啊，这几排嘛无一定掠，你掠家己欢喜的。是啊，对啊。我当掠算袂出来，算袂出。你算无派数。拍袂出来，拍袂出来，伊拍袂出来，拍到拢乱掉去嘿。哎，少年时若无咧做青麻，还是无咧除草吼，你唱这个歌可能唱袂出这种，迄个味做袂出来。嘿，我嘛敢若嘛无好做。对啊。你细汉就听你妈妈因咧唱嘛，哈。哦，我听阮妈妈伫唱的歌吼，拢是唱迄。介悲伤啊，介可怜的。啊，即摆我若含阮三个某囝俩，我一个妹妹。啊，我搁甲我啊，阮妈妈啊，阮三个某囝相依为命。我三互阮爸爸无去。哦，恁若伫讲伫遮啦，我就伫要喊出来啊。还是要教阮去看毛戏。啊，迄毛戏我当去都伫看。我感觉你问这问题啊，种。我要甲开玩笑啦，要看毛戏啊呢。我今天来的感受哈，对，要跟办家之前做一个对照。那是我第一次来，就30年前了。对，那时候来的时候只戴个望远镜，目中无人，只有鹰。这次来就不太一样。是，这次来我其实背包里还是有望远镜，还是想看灰面鹰啊哈。是。可是呢，这次来会年纪毕竟大了，对，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人，对，看到它的产业，是风物，没错，有这样的整合再来看鹰，情感就不太一样了。它本来这个地方是台湾尾，它应该呢是属于呢一种就是比较贫瘠的，但是呢人也比较少，然后没有干预的，结果呢变成一个海角乐园的一个感觉。尤其从阿嬷的那个歌声当中，它是从这个土地长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美的。还好这里人不多，这里不像垦丁大街，如果都是人就惨了。人少，可是自然生态非常丰富，非常丰富啊，这样的丰富也是我们这次来生态之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没错。港口村虽然小，可是我们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呢。这里的重头戏是观察鹿蟹的夜间活动。哎，古先生你好，欢迎，拍摄好，你来不要带。欢迎。就问者哈，有一种说法说这里有鹿蟹特别的多，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种类的哈。大概20几年前，大概有100万只左右了，但是后来慢慢我们这边人为破坏一大堆栖地破坏，人为破坏的慢慢减少到现在大概不到10万只哦。但是生态旅游出来了。但是咱今麦来到这个所在，今天也很被观察。可是我现在白天看这个溪沟啊，这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对呀。台北市的，这看起来像台北市的排水沟。其实从做完之后，我们做了7个月的调查，调查过大概从到嘉东水到这边有稍微3、4万只啦。但最近做完之后，我们来做调查，7个月哦，加起来不到700只。我想很多专家学者觉得这种已经是破坏掉，完蛋了。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等天色暗一点的时候，我们才有鹿蟹也可以看，对不对？是的，因为它是夜行性的。是。这条溪嘛是迄个恁的港口溪的上游呀，支流，它是其实是下游。伊是较早就是啊，古啊啦，10几年啊，因为当时保育观念没有那么好。10几年啊，所以这下面的河川就靠这种淤积的沙石，还有树叶。啊，你摸的较济吼。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是恢复了啦，是螃蟹。我看到啊，哈。哦，这只不赶快的呢，这只是硬横仿象手蟹哦。哦，它的螯咬人家就是马上送给你的，因为它就很会自割。哦 ，OK，为了求取自己的生命安全。是。它这时候还是产卵期，它这时候还是抱卵。这个是中型仿象手蟹的洞哈。哎，它最喜欢挖泥洞啊，所以水泥就不太适合它生存的啦。它这个倒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你
你如果这有这个工程已经没办法挽救回过去的环境的时候，可以帮忙他搭几个洞给他。他自己会去弄，搭洞也可以啊，像放绳子。你看这里好几个洞啊，你看，对啊，他们自己都会挖。是，那个我们自己也帮他敲一下也可以啊。我你看这，我跟你讲，你背可以哈，啊背也能搞弄挖哈。看你这里螃蟹，它的贼哈，有一些感触啦。是，尤其我是到这个地方现场，我才会想到说，我们怎么样去把它保护下来，因为它整治的溪流都整治在接近河的河岸大河岸哈。是，啊，看缅甸就完成原始嘛，但这类河段。你这个河段等于是把它让它的环境来去的环境整个破坏掉了。我是觉得应该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补救的方法，小小补救，小小补救就是说，对，把它旁边的基地哈的绿草环境不能破坏。是，另外就是帮他在这个水泥沟哦去建一些蟹道。啊，除了这个所在了，咱是不是要等于头拄啊？咱下晡先看到迄个所在，看讲迄边有啥物螃蟹，遐个螃蟹是不是跟这无共款？无共款，无共款哦。安尼我真好奇呢。咱头拄伫迄条溪，啊，这边看螃路蟹，啊，那谁来个走到这来？人家较济啦，人家从来没有人为干扰，我们也不带游客来这边观赏。主要是因为现在是螃蟹的尾声啊，所以现在这边是比较量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结婚礼物蟹这只，我这照片给你，迄中型仿象手蟹。红红的，哦，头头你顶个溪嘛看到哈，垦管区拢伫讲煮熟的螃蟹会走热迄只。哦，也是水的，小红，迄背部个微笑的标章呢，有，很漂亮。啊，这只是林头蟹、树蟹，树蟹就是叶卡较长，比较细，因为它喜欢爬树啊。这能先盖这哦。你内底能偌济只？迄差不多看它的个体大小，才有3000粒到6000粒。夭寿，啊，你啊第四一只就是3000到6000的。对吧？是。我们是希望它自然过马路啦，不希望用人为的过马路，咱会干扰到伊产卵的迄就对了。刚才伊家就较安动得太细，若无法度，咱嘛是一定爱帮他过马路，若车来也袂赴啊，咱嘛是爱用手掠去甲帮你这边边。你有算过讲一枚告期的偌济？最高起曾经一个晚上被压死了1764只的母螃蟹，全部都是母的，母的爆卵的。哎呀，因为都特别贵买路线人啊，就车贵。哦，那就不是1600只啊，那要乘以至少2个0。那盖者出没时候，这样建议管处做廊道或做天桥，就让它过马路啊。我觉得这个议题可以丢到脸书上，看有什么样的建议，大家来讨论，看不让它改善。我们社区居民的那个想法就欢迎。就是哈，因为这个太长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保护鹿蟹出没，请注意，然后鹿那么长那么大的。对啊，所以这简直难收到效果呢。你不要说鹿蟹，青蛙挑的刚刚哦，跳没跳？刚刚知道说这么多的鹿蟹消失和死亡，心情真是非常的沉重。但是至少有一些人关心和投入，希望明天看鹰的数量是让人感动的。其他我以前咧做边咧恩怨步枪差不多，长差不多呢。这个是上传统的哦。你也是到尾拢用正气拍，用蹦的。哦，无这么迄只较先进。像你有这种经验的话，就可以把它拍下影片，你讲当时候猎鹰的故事。然后他就追着你这个活的教材，说你以前杀了多少只，现在现在不杀，真不杀。那这条桥叫做山顶桥，过了这个桥，这边应该就是李德村，然后这边在屏科大的驻站人员来这边驻点，是辅导他们，所以李德村现在是一个生态小村。我们今天来这里，对，是要来这边溯他们的溪，叫做懒人溪。第二个就是观音，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你刚刚看旁边就有山嘛，对，老鹰通常会在这边休息，落鹰在这里，然后第二天再起来。这是最后的 7-11，然后就要往巴丹岛，所以李德这里作为一个观音的地方，一定非常好。灰面黄莺在10月份，这是最好的季节。局长是什么？那一颗就是我们知道的白龙。哦，白龙，人家说会走路的植物，因为它是用气根，然后就一步一步走过去。哎，因为你可以看它的母狮头是在那边，对不对？那我们呢可以看到它的气息根很多
会走路就是它靠着那个须根呢下地之后就变成了支柱根，伊就是会直接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生，一直垮起来，变到最后呢变成一树成林。一树成林的时候呢，就是一棵榕树可以变成一个森林。那我们这个白龙呢，大家可以看它的种子非常多，但是底下你一定找不到它的一棵小苗。被风带走，被鸟带走。对。它就是因为要小鸟吃够之后拉出来，然后长期阳光曝射，是它才会长出小苗。我有听过一个小朋友跟我讲，万一都没有在我屁股掉下来，那我屁股后面会不会长一棵树出来？好主意，走。很紧张一定要加紧张呢。好，那我们呢来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懒人溪那懒人溪呢，我们刚好我们的巡守队呢刚好回来在这边唱歌，那我们就加入他们吧。大天官命。万事过，后来叫做山顶路，日子多艰真艰苦，暗时过把火经过，哎呦哎呦，哦啊伊萨，哦啊布鲁萨，嘛嘿萨萨，嘛嘿萨萨，一头杀鸡。请问一下，恁这条歌是什么歌？这条歌是原来是日语歌，伊改过来，伊的腔调，阮宋大哥改为咱民客的歌。这个啊，作词啦，作词。100年前清朝的官员带迄外国人来到咱这18番社这个所在，因来这个客的时伊嘛有这个画面，就讲伊入来时伊带外国人入来。入来时人在唱歌，互因听，所以欢迎唱我嘛唔知，唱伊就把这特别写出来。我今日行入来，你唱这歌，互我想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真趣味拢是为遮开始慢慢行起来你也可以行起来，行到上底就是瀑布安尼，这个就是咱人气瀑布。男人客扣落来，食水无食茶，要困走去眠床讲脚地。那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头顶上这一棵，它叫做姜某，对，姜某树。那以前呢，就是大部分就是我们这里的木材这种很多，然后呢都会把它采下来之后呢，就做我们的吃烧便当的那个便当盒。我们以前点的那个番仔火有没有？火柴会火柴，对，火柴，细细的一根，那个也是用这个姜某树做成的。这因为这里有很多草呢，那我们呢可以把它抓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你看。这里就有一只拉氏清溪蟹，那这个拉氏清溪蟹呢，是我们这里的淡水蟹。淡水蟹呢，它所谓的淡水蟹就是它不用下海去那个产卵。一般的螃蟹都是需要下海去产卵，但是它不用。它的卵呢，差不多30-40颗，它可以把它的卵呢照顾到孵化，30-40个。30-40粒，他就带着30-40个小孩子一边玩耍一边走上。没有，因为在当初呢，它还是小的时候，还是蛋的时候，还没孵化，它会背着它们。等到这个蛋孵化的时候呢，变成小螃蟹的时候，它还是会背着它们。那玩一玩呢，它会再把它们收回来，再带回家。好有趣哦。它是一只，所以说呢，拉氏清溪蟹是一只非常有母爱的螃蟹。你觉得这条溪怎么样？太过瘾了。它不是很大。但是呢，所有的灵秀之气全部都有，而且呢，在一个这样子小小的、不要太夸张的一个瀑布当中听到水声，这时候突然觉得来一杯热咖啡，真的就是100分了。当然现在是99分了。野溪通常最喜欢走的是在很热的天气的时候，它被森林覆盖着，然后溪流在那边弯来弯去的。我们顺着溪慢慢的走上去。是。可是溯溪最迷人的、最精彩是它到了最后。它突然出现一个瀑布尽头，哇，那是最棒的。一条野溪，通常我们在溯溪的时候，你会在旁边会看到蝴蝶，你会看到溪虾，你会看到其他种种的动物。一条野溪也是一条所有动物的高速公路，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喜欢到这个溪里面去喝水、沾水。因为一个瀑布就是一个大型的冷气，这个大型冷气呢，
它带动的就拉出了一个长长的溪流，这个是最迷人的。我觉得懒人溪它最迷人的，假如没有这个瀑布的话，这条懒人溪就比较寻常。哎，是啊，是。它值得作为一个生态之旅的一个重要的一条路径啊。因为大家以为都到垦丁就是到海边玩水嘛，对。可是不是，现在是到溪里面山溪玩水，这个是比较难得哦。因为一般的地方要到山溪里面到垦丁到恒春真的很困难。是。这条溪最值得是在这里。对。哎，离开这边之后呢？甲崩啊，甲崩，门票嘛，大头腰啊，先这样哈。这边又不能沿路抓来烤来吃。里德它有风味餐，哎，溯溪之外有风味餐，我们去吃看看。好，好，走。这是恁生态旅游的风味餐厅。哎，对对对，我今晚3点5要订东道，要先吃。这个溯溪吼活动实在辛苦辛苦。早餐我早起要吃，去瀑布要边要吃。你是那个？你可以叫阿美姐。阿美姐哦，这是你做的吗？我们有没有，我们有3位成员。这一道这个就是我们的猪肉哈，是没有抗生素的哈，非常好吃。当然哦，我们特地精心挑的。在山底下用那些山电药。它养在山，刚刚从这边去，这个第2道菜，这个就是我们的飞鱼。飞鱼肉，飞鱼就是飞鱼刚才有烘的，飞鱼来煮的。当我们季节到的时候，飞鱼很多，我们就拿起来储存，变成一夜干。你的飞鱼较淡，胃的吼较大。莫想大概定位啦，遐食无法。岛煮的吼，拢对面的海内底对面的岛那是兰屿那边。这一道叫做以来菇，情人的眼泪，是我们在地的算蓝绿藻类。听说你们这里已经开始有大量的栽作，对，用那个。其实的那些的雨来菇都是我们这边运过去的。是。哦，你这风味餐内底拢天然的较济呢哈。啊，这个金龟啦哈。对，我都是在地嘛。都用在地的食材。啊，这个点心呢？这个叫爱玉大果藤蓉。哦，大果藤蓉。啊，你嘛叫爱玉哦。它特别的一种就是植物的香气，有一种香气，一种香气。那个外面的爱玉不一样。对，爱玉野性比较强啊，野性呢它可能要加糖，野性比较强，所以不习惯。你小朋友吃的话，可能要加一点糖。那你属于咱这个生态旅游哈，一定有解说员嘛，对，但也有做风味餐的，对，但也有接驳的，对。你们怎么样去把你们的人其实不多啦，怎么去分配这个任务？然后年轻人愿不愿意进来？因为我们当然生态旅游最重要的是要有解说员嘛，还是其实我们是事先训练解说员，就由我们那个垦丁管理处帮你训练差不多半年多，然后再认证了以后就可以解说啊。以前恁家是专门在拍鹰的呢？哦，拍鹰啊！啊，这拍鹰是足出名的，叫那个变做生态解说员啊。哦，对，是不是这样子？可以这么用从良这2个字来形容吗？可以。之前我也是一个类人。你也是啊？哎，对，因为那个爸爸以前就这样嘛，那时的食物少嘛，对，就因为要养孩子啊，去山上去打猎啊，打鹰啊，也给了公们给我们补给我们的那个蛋白质。对。啊，你咧拍迄个种物件，敢要留咧？哦，有留啦哈。迄嘛是以前阮爸爸留落来。安尼啊？这2支就是哈。这2支就是，这2支。好来。这2支来，你看，这较紧啦吼，这较紧。跟阮以前咧做兵咧恩弯步枪差不多，长差不多呢。我以前是武器步枪。哦，啊，这支内底就是迄个。哦，人讲我经济。这个是上传统的哦。你也是到尾拢用正气拍，用蹦的。哦，无即嘛，迄较先进。较先进啊，以前拢用这种传统的哦。迄阵我无用到啊。所以用摕来做博物馆的展示啊，概念的。啊，这是因为咱无咧拍嘛，啊，大家要做一个教育嘛。所以恁家用去一个博物馆来做展示，帮助你们生态旅游。对。当时啊，你无看一定看到鹰啊，啊，人嘛要好奇讲，啊，你以前是咧拍啥？包括你以前啊，那食迄个，拢爱甲拍出来。虽然无食，但是迄是文化，文化本来爱。你像爱斯基摩人，伊咧
抬迄个鲸鱼，他也把鲸鱼的文化讲出来啊。但是目前我来讲，我较无看到这些杀这个灰面鸠的灰面狂鹰的过去的历史，甲今嘛，有迄个物件出来，出来，我感觉结合恁的今麦生态的解说，迄个意义就较大。像你有这种经验的话，就可以把它拍下影片，你讲当时候猎鹰的故事，然后就有活的那个画面就出来。对，然后他就追着你这个活的教材，说你以前杀了多少只现在？现在不杀，现在不杀。开玩笑啦，好啊，阿妹来看鹰啊。差不多，时间蛮搞啊，对，快要录音了，谢谢，好，谢谢老师，好，谢谢，还是要谢谢阿妹姐。好帅，现在应该是可以说到100只，100、200哦，变200，100多只。现在这样子差不多在接近100了。鸟啊，一大堆鹰在那飞，你安那算？它盘完之后，其实会朝一个方向滑，一整群滑完了，其实你就算完了，那个其实数量可以算得很精准。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主持人。你好，欢迎，欢迎。他没有看过鸟，也不懂鸟。哦，真的，他是菜鸟。对，我今天来认菜鸟，然后认识超级的鸟达人这样子的。第一次前期的灰面狂鹰啊，很容易就被射杀大了，危险。而且容易就被杀头当啊。啊，你少年时代是当时几岁开始看鸟啊？其实读册的时候参加赏鸟社了。你是东海还是？我是屏东农专。屏东农专。那真正开始野外看是进国家公园工作开始。我那时候接一个计划叫保护候鸟宣导计划。那这个计划民众都会问，鸟我们抓那么久了，是也不见得减少，那为什么现在要限制？当然你只是跟他讲法令，其实是很牵强。是你要给他一些比较好的理由。没错。那问了一些学者专家，其实也不知道现在量到底怎样。你研究已经大概30年了，我们在南方之南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你观察这个灰面狂鹰熊过往哦，记录性比较记录性到现在这几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的变化？其实路线上来讲，这些年来是有用比较先进的调查方式，就是用卫星定位追踪，跟以前美援时期在台湾做的角环得到的路线资料其实是不一致。不过我觉得那是样本的问题了，就是说你抓的这些个体，可能就是刚好是另外一个族群。那至于数量上，其实这几年有一些改变，增加。像开始调查的时候，是20几年前开始调查，一年大概1万只，就你可以看到的量。今年这一季到现在的数量已经快破历年纪录了，到今年已经4万5了。这4万5的鸟，大部分是从日本还是中国东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应该是2条路径进来啦。鸟啊，一大堆鹰在那飞，你安那算？算我500只、600只，你安那算？你4万5之间怎么算出来？其实这个很多人大概都是在盘的时候，然后就要算算看，结果算不出来。其实盘的时候根本不要算。它盘完之后，其实会朝一个方向滑。
那等它再滑出来的时候，你再算。嗯那一整群滑完了，其实你就算完了。那个其实数量可以算得很精准。鹰在滑行的时候，其实几乎不会窜，所以相对位置就像我们3个一样。OK， 我们若排这样，对，那就位置就一直维持这样，所以其实就跟静态一样。加一个是可以说100只，100、200哦，会200哦，100多只。哎，现在这样子差不多在接近100了，100了哈，我感觉直觉。好，那我先问你一下，现在开始在盘旋，这个是在盘，就在等说准备要降下来，所以它在盘嘛。啊，其实现在的盘，它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它停落以后又飞了起来。那飞了起来之后，它为了要能够在空中比较轻松的停滞，所以事实上它还是会去找一些微弱的热气流。那有热气流的地方，它就会去盘。它要盘到晚上嘛。哎，在天黑之前。我头讲吼，你讲4万只飞落去，转来吧45000只。啊，意思讲伊也去啊马来西亚、跟印尼的所在其实并没有受到伤害或猎捕的这样的压力，所以它回来的数目字会同样。所以它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们的中继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有一个环境的变化，或者是伤害它，其实它回来的数量就会变化会很明显。其实这个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啊。以前是几乎没有取缔嘛，那现在有取缔，然后会去猎捕人相对也减少。那这个对他顺利南迁的族群其实有注意的。你个人认为啦，你自己做了这30年，对，能够带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说能够给后面下一代的关心自然环境啊，用关心这个鸟类的生态或迁徙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或怎样？我想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提供信息，让更多人知道可以来这里看。对。然后呢，我们也给他一个讯息，就是你什么时间点来看，可以得到最大效益。再来呢，透过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再给他一些环境相关的资讯，也会尝试开始去关心环境。也经常有人会问一些问题啦，比如说，哎，你看鸟有什么好看的？鸟为什么要做那么长久的观察？大概都会有一些好奇。哎，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其实我的答案完全是否定的。是。我既没有喜欢的鸟，也没有喜欢的鹰，那他们就觉得很压抑。那既然没有喜欢的，你为什么可以做那么久？是。哎，我也好奇。其实我给大家的答案是，因为我喜欢人。好，那为什么喜欢人会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生存环境。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环境一直在恶化。那透过鸟，其实是可以让很多人开始去接触环境，然后去关心环境。是，所以我常把这个称为说，在台湾现在才有环境教育法。国家公园其实20几年前就透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环境教育，这也是我会一直去做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没伟大到说我们要保护鸟了，人真的没有那么伟大。是，也还好，是从1980年以后，大家的环境意识起来。对，那观鸟是很重要的活动，因为生态旅游能够慢慢被提倡、被重视，没错，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一环，生态旅游是不会有人有意愿。啊，无这帮讲要弄生态旅游，大家无迄个基础做未来。对，谢谢啦，哦，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介绍。我这次的算生态之旅啦，对我非常喜欢。这样子。对，整个有很多东西对我而言也是第一次。我自己这一次的旅行啊，对，会有比较大的感触，是因为之前我们的奥克漫游的，对，大部分都是小镇旅行。哎，是。虽然也有乡野，是，但不像这一次的生态之旅非常的纯粹，几乎是100%。宜德或者港口，对，这些地方哈，都是小小的村落，非常偏远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村落真的是找不到。还有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生态旅游，对，在过去我们的观光旅游里面，其实是比较欠缺的。透过生态旅游，台湾其实是未来应该走的方向。台湾现在到了今年已经有950万个观光客，全部都是如果还是走日月潭、阿里山那种风景，那是完蛋掉。是小镇旅行、古道之旅也差不多，老街之旅也差不多，或者美食，我是觉得应该这样的生态旅游应该开始，所以我们率先来尝试一次看看。是。那今天，那我今天是给他打100分，我真的是非常的满意。那下一次我们去哪里？哎，下一次我们去就是小镇了。小镇哈，对，再回到小镇去美浓看看萝卜，也不错。还有呢？对，岐山呢看看香蕉，或者现在目前，对 ，OK， 是，很累。你要躺那边还是躺这边？
啊，你躺这边，我躺这边好了。这么大了，休息一下啦。这敢搭，这倒来敢会使嘞。